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出现贫血的情况，出现脸色蜡黄，气色看起来非常的差，月经量也减少了很多，基本上2-3天就没有了，并且脸上开始出现一些黑色的斑点和一些皱纹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茶饮，常喝面色红润，皮肤看上去白里透红，显得越来越年轻。这道茶饮是一位老中医推荐的，效果非常的显著，而且还能够调理身体的抵抗力和提高抵抗能力。有以上症状的朋友们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下，坚持喝，皮肤会越来越好。首先准备6克的当归，当归是一种补气的中药，它和黄芪是黄金搭档，有非常好的补气血的作用。当归可以补养气血，活血化瘀，止痛、润肠、通便、温经、散寒，治疗血寒、腹痛。当归它属于补血的药材，可以治疗浑身乏力、面色苍白无华、失眠、心慌等病症，尤其对于产后气虚效果会更好。可以活血化瘀，有效的缓解痛经、跌打损伤所致的疼痛，也可以缓解由于气血虚所引起的便秘，可以温经散寒，常用可治疗女性的手脚冰凉。我们需要注意一下，黄芪和当归的用量一般是保持在1:2的比例，这个比例有非常好的补气血的作用，并且也不容易上火。再准备12克的黄芪，黄芪味甘性温，归肺经、脾经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补气中药，不但可以补全身之气，而且善补肌表之气，尤其是对脾虚所引起的疲倦、乏力、精神不好、食欲不振，具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。此外，黄芪还可以利尿消肿，能够补脾益气、治本，能够利尿消肿、治标。关键还可以预防肝糖原减少，提高慢性肝炎病人清除病毒的能力，或抑制病毒扩散的能力，具有保肝护肝的作用。我们把黄芪和当归加入清水清洗干净，然后控出水分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来准备6颗桂圆，桂圆含有大量的铁、钾等元素，能够促进血红蛋白再生，可用于因贫血造成的心悸、心慌、失眠、健忘。桂圆中的烟酸含量比较高，可用于烟酸缺乏症造成的皮炎、腹泻、痴呆，甚至精神失常等。桂圆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蔗糖以及蛋白质等，含铁量比较高，可在提高热能、补充营养的同时，又能促进血红蛋白再生以补血。桂圆肉除了对全身有补益作用以外，对于脑细胞有益，能够增强记忆、减轻疲劳。桂圆中含有能直接被人体吸收的葡萄糖，而且蛋白质、铁、钾等矿物质元素丰富，疲劳后食用可以补充能量，恢复精力，帮助减轻身体的疲劳。另外，桂圆中有丰富的维生素、微量元素，对于皮肤是有好处的。经常吃桂圆可以使皮肤变得更光滑细腻，只要平时对于这种食物不过敏都可以吃，但是要注意量不能太多，吃多了也容易上火。桂圆剥壳之后将它清洗干净，我们在剥壳的时候会沾染一些灰尘，所以清洗一下会更好，洗好放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5颗红枣，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，红枣可以养胃、健脾、益血、滋补强身。红枣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所以通常说红枣是天然维生素丸。维生素丸当中，尤其像维生素 C， 对于抗衰老、保护血管内膜以及抗肿瘤都有着明确的效果和作用。另外，红枣当中有着植物化学物，这种植物化学物有抗癌的作用。红枣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煲汤，使用方法多种多样，适用于各种人群，
尤其是女性体弱，经常食用红枣，对于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们把清洗干净的红枣果肉剪下来，枣核去除不要。平时我们不管是煲汤还是泡水喝，最好去核，这样就不容易上火。再准备5克的枸杞，枸杞性平，归肝生津，可以滋补肝肾，平肝明目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滋补品，可以治疗肝肾阴虚、阴虚火旺出现的腰膝酸软、头晕目眩、事务不清、遗精、盗汗、烦躁、口渴等症状。食用枸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功效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，治疗高血压，可以有效地降低血清表面的胆固醇含量和甘油三酯的含量，减轻和防止动脉硬化。枸杞中含有枸杞多糖，有双向调节血糖的功效，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糖、抗衰老、抗肿瘤。枸杞清洗干净，也放入盘中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中，再加入800毫升的清水，再给它煮上20分钟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，请在底下留言加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20分钟之后，这道补血养血养颜汤就做好了，直接倒入杯子里就可以喝了。这道茶里面加入了红枣、枸杞、桂圆，喝起来是甜的，所以不需要加糖了。这道茶隔三差五煮来喝，可以帮助我们补气血、美容养颜，对于气血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。这道茶虽好，但是不适合以下这些人群喝。第一，脾胃不好的人群，黄芪、当归属于滋补品，脾胃不好的人喝会腹痛、腹泻，所以不适合喝。第二，处于经期的女性，这道茶有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作用，对于经期的女性，如果服用会增加月经量，甚至会导致贫血，所以不适合喝。第三，过敏体质人群，如果出现过敏、皮肤瘙痒、皮肤过敏的症状，就不要喝了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